第102章，老马的思路。马从敬周六过来，搞得我和老彭约好了去打高尔夫球，都只能改期。我还不能发牢骚，人家领导周末都加班，我还能有情绪？关键是现在我们深圳公司也的确碰到了难题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今年开年之后是要增设部门的。现在我这边有4个销工，高燕那边有2个销工。倘若把这些销工都提拔起来，我们深圳公司便能有8个部门的架子了。但是高燕和我对此都有顾虑，因为干销售和干经理其实差别很大，我自己对此体会就蛮深的。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不一定能干得好经理，我们公司的经理都是从销售员提拔起来的，但是提拔是有一个筛选过程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深圳公司，所有的销工都准备提拔，一个新部门没有一点基础要搞起来真的很难。所以深圳公司现在几个人就不想干经理，比如老唐就明确表态不想干经理，他就只想干销售挣钱。说句心里话，如果当初我不是遇到了深圳公司大变局，我顺利接手了8部，让我去干一个新部门，我估计也不会愿意。所以基于这种情况，深圳公司现在真的有点进退维谷。马从敬把深圳公司的销工召集起来开会，直接讲，反正我们干业务都是求财的，你们对自己的职业肯定也有各自的思考，干经理这事儿是个苦差事，但是从长远发展来说，肯定是一件好事。不过强扭的瓜不甜，同时我们也认为不是所有人都合适干经理，所以你们几个销工有什么想法，畅所欲言。马从敬这么一讲，愿意干经理的就只有3个人了，方柔、彭小波想干经理，另外高燕那边的陈立忠想干经理，其他的几个销工都想继续做业务。马从敬便笑，这才正常嘛，公司对个人的职业规划从来就是不强求，你们3个愿意干经理的，我同意晋升。之前深圳公司1部经理是高总兼任的，现在1部经理要从你们3个人中选一个，这样为了公平公正，你们3个人直接抓阄。大家都笑了起来，应该说能够接手一个成熟的部门，那肯定会舒服很多。当然这里面有利有弊，新人上去未必就能掌控局面，而站在领导的角度来看这件事，好像觉得这3个经理各有特点，不好安排。最后在马从敬的主导下，通过抓阄，陈立忠抓到了1部，正好陈立忠本身就是1部的销工，他接任1部的经理，可以实现无缝对接，结果看上去是皆大欢喜。开了经理会之后，晚上我请马从敬吃饭，叫上了高燕和陈振华，4个人吃四川火锅。吃饭的时候，高燕就问马从敬，马总，今天您这样安排了，我心里也有底了，但是深圳公司只有4个部门，还是有些不够啊。如果上半年我们做不到齐装满员，再要扩充可能就要拖到下半年去了。下半年建新部门的问题比较多，主要是那个时候人口的流动性会更大，一个部门要形成战斗力难。马从敬大快朵颐的吃东西，不正面回答高燕的话，等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把目光投向我这一边，道，陈斌，你咋不说话啊？你们高总现在遇到了困难，你是他的左膀右臂，你不能帮领导分忧吗？我不慌不忙的道，马总，你们高层探讨公司发展的问题，哪里有我说话的份儿？说句实在话，今天我能坐在这里，都是托了您是我师傅的福，要不您给我面子，我没有资格坐这里吧？我嘿嘿一笑，道，所以马总，您千万别往我脸上贴金，我心态摆得很正，就是当小学生来的学习的。马从敬是什么德行我太了解了，我根本就不会上他的当，他想拿我说事儿，门都没有。马从敬瘪嘴道，陈斌，看你这点出息，我是给你一个露脸的机会呢，你偏偏还不上当，你要求上进就一定要露脸，不给领导留点好印象，怎么进不得了？我道，马总，我自己有几斤几两太清楚了，领导高瞻远瞩，我万万比不上，更不敢轻易抢领导的风头。这一次高总请你过来，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们深圳公司的工作给予指导，我们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，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，需要领导帮忙。马从敬把筷子一扔，道，这饭没法吃了，遇到你陈斌这么一个王八蛋，能去死人。我哈哈大笑，一旁的高燕马上打圆场道，马总，你别生气，陈斌就是那么一个人，他没有什么坏心思，就是想马总您给我们深圳公司号一下脉，指导一下。马从敬气呼呼的道，你们啊，脑子不知道变通，现在公司缺经理，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动脑筋？高燕你自己说该怎么动脑筋？高燕脸通红，不知道该怎么回话，他现在实在是没有主意。马从敬把茶杯在桌上顿了一下，道，你们去年年底把上高都恶心到那个地步了，上高深圳公司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高燕你想一想。高燕道，上高深圳公司，我不敢随便乱猜。马从敬冷笑道，我说高燕啊，你也算是个人才，但是对有些问题完全就缺乏基本常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上高深圳公司现在从周光华往下，每个人都内心惶惶。陈从海去年就放话了，说周光华如果真的撑不起深圳公司就让他滚蛋，后来是老沈说情，周光华才得以暂时保留总监的职务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，上高深圳公司的人心能稳？
马从敬声音提高了8度，他们人心不稳，我们就要想办法釜底抽薪，不就是挖人那一套吗？他们能做初1，我们不能做15。现在我们深圳公司不缺士气，不缺产品，不过就是缺人而已。高燕，你当初部门走的那些人，你一个个打电话给他们，请他们吃饭，跟他们谈，把他们重新挖过来。我和高燕简直惊呆了，被马从敬的这个思路给整懵逼了。这就是马从敬，这个女人的脑子实在是不同寻常，总能有奇思妙想出来。